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堂主。前段时间我的小米苏7在天马赛道上墙了，上墙的原因呢，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。但上墙之后，到底伤了哪里？怎么修的？小米苏7的零部件设计到底有什么优缺点？修车到底贵不贵？等等等等，我相信这才是广大苏7关注者更加关心的问题。那就让我们随着镜头一次性掰开揉碎了跟大家说清楚吧。把车吊出来当天，其实折腾得非常烦。为了避免吊车的绑带挫伤我车后半部分的原板原漆，我们折腾了好久好久。后来甚至一度把我那台 LS400的轱辘都拆了，想用来绑在小米苏7的车轮上，好错开吊车的绑带。结果呢，我刚卸完轱辘，他们就找到了木头代替。我就不想让它伤我的叶子板，所以拿轮胎轮毂挡着后面的。白折腾一趟不说，最可气的是LS400的车钥匙还因此被我搞丢了，那可是我97年老凌志唯一的一把钥匙啊！连续几天没车用不说，后续配钥匙呢还花了我3500块。而之所以会这么折腾，主要原因是小米苏7的车屁股居然没有设计拖车钩，它只有车头有拖车钩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要不然其实都用不着吊车，随便找个拖车拽一下就出来了。成本价就20块钱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可爱产品经理非得主张去掉的，想想我都气得浑身发抖。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刚起床，买点面包和无糖可乐，啃大面包，然后去小米中心去看我那个车到底要怎么修。一辆小米汽车在天马赛道上测试是在碰到吗？还是也不知道是谁撞的。师傅也挺关注小米这个车啊，就是希望它好吧。大家都希望它好。这里碰这个小米汽车是您的吗？是的，是我碰的啊，对对。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发酵到这种地步了。手撞啊，那肯定是，这流量很大的，这连滴滴司机都知道了，我的妈呀！兄弟们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小米的这个服务中心，然后我的车呢就在后面的举升机上面，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这台车究竟伤成了什么样子。前挡风玻璃的2个角是已经烂了，然后这个前备箱的盖子，那一天我测了，这个前备箱盖子是一个铝合金的，其他的覆盖件都是铁的，所以前面这一部分呢是可以钣金的，不用更换。这个可能是要更换的，因为铝的可能不太好做钣金。反正肉眼见到的就是大灯碎了，前杠烂了，机盖变形了，这个叶子板变形了。对。下摆臂这些东西没有看到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变形什么的，但是呢，不一定代表这个下摆臂它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它得做4轮定位，如果4轮定位的数据不出偏差，才能证明它的底盘这些东西没有问题。然后就还有看一下它的变形量有没有到相互之间影响的地步，电池完全没有什么问题，非常的平整。没有伤到这个电池，后面也不用看，后面肯定是完整的，主要是前面的这些塑料件需要把它拆掉，然后才能看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师傅你们就直接不行就直接拆吧。这得亏当时我撞的时候，撞上去那一瞬间把方向盘掰正了，要不然这些下摆臂外观上都不可能是完整的，如果是歪着方向盘撞上去的话，那摆臂肯定就直接断了。正好通过这次观察、拆解、维修我能对小米苏7的整个前头的各种骨架和结构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。放到后面的那个，来我推。
现在我们是肉眼能看到的地方，就是这一块。刚才拆下护板之后啊，发现这个栋梁，这个地方有明显的一个损伤。然后这一块通过肉眼的话你是看不到的，这一块包括下支臂、悬挂什么的，我们都要后来通过这个4轮定位啊，一些数据，客观的体现出来。反正前面这儿水箱是肯定要换的。对，这个地方我们把前保拆掉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看看。那你就拆了。啊，它防震钢梁现在露出来了。防震钢梁看着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形变。这个蛋蛋碎了是吗？碎哪儿了？灯角。哦，灯角碎了，影响使用吗？不影响使用，不换。我们无所谓。对于这种外观件，烂仔的修车风格就是这样，能修绝不换啊，能凑合绝不修。这个大灯碎了，说实话我都不想给它换新的，直接给它从那个位置安装一个刹车导风口，直接导到下面的刹车，对吧？多么完美！独眼龙赛车看着又硬核，对不对？又省钱。左边的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溃缩，就是吸能了，它把这个能量通过这个褶皱给它吸收了。那这边呢会稍微受一点影响，比如说这里稍微有一点点凹凸不平了。后面这个位置，就是刚才我们在底下看到的，栋梁底下那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吗？对，对，变形了吗？它主要受力点是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方向。其实昨天我们去看了这台车的白车身，就我们发现它白车身就是没有受伤的情况下啊，它大梁都是就是类似于这种外八字的。就为什么小米的车会跟别的车就是这么不一样？因为正常的车应该就是它整个大梁应该是垂直的、平行的。对，平行的。它设计的这个原理就是为了以后发生碰撞之后啊，栋梁会有一个溃缩的一个区域，它会按照我们设计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定向的一个溃缩。哦，并且它溃缩完了之后，我们的这些主要功能部件会往下沉。哦，那跟那个油车时代那发动机下沉的技术应该是一样啊，一脉相承嘛。昨天我在看那个白车身的时候，这个车的水箱它是这么着斜着的，它不是这样垂直的，这样呢可以增大它的迎风面积，这个设计挺好。而且我们今天从这儿看到啊，它这个黑色的塑料好像还有一点疾风罩的意思，它前面有疾风罩，是疾风罩哈。说明什么？说明小米的这帮工程师果然是懂赛车的。然后这有两个疾风口是给那个刹车散热的，刹车散热。对。啊。它的管道通到哪？通到这个内衬这个地方。这里，看见没有？这有个孔。哦，兄弟们，这个小米速7的前面的水箱的疾风罩就是这个东西，它外面的开口大，后面的出口小，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空气在这个位置的流速，所以让它的散热能更好。水箱已经完全变形了，冷凝器也是。正常的油车都是冷凝器在前，水箱在后，而小米速7居然是冷凝器在后，水箱在前。这主要是因为热管理的需要，因为冷凝器正常的工作温度是60-70度，而电车冷却液正常工作温度也是60-70度。如果像油车一样把冷凝器放前面，那么开空调的时候就会严重影响电车的散热效率，缩短电车零部件的使用寿命，而油车就没有这种问题，因为油车冷却液正常工作温度起码90度及以上，所以这种设计呢是属于电车独有的无奈妥协之举。兄弟们，突然之间发现亚灰色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好看，流星蓝的配色，突然之间我觉得好像顺眼多了啊！仔细那么一端详啊，这个颜色高贵之中透露着典雅啊，低调之中透着一股不平凡的气质，挺好。主子好，我不太喜欢流星蓝这个颜色，要不然我肯定当场就买了。哦，就接下来的流程是报价。报价，因为当时第一次报价的时候是没拆嘛，没拆，通过外观报的。行啊。现在我们拆完了之后，就可以直观的看到一些损伤了。你说咱能不能跟小米的人商量一下，把咱们老李老袁都叫过来，给咱省点工时费？小米的人在这指挥啊，说老李来把这个螺丝拆了，对吧？
小米的人不用干活，这样我们就省了一大笔工时费了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咱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不去，我觉得应该是落枕了。那真是条硬汉。好，就是他现在发给我，目前就是今天好像你们拆检了是吧？啊，对。对，目前金额是90565。他这个9万多块钱，我估计应该还是没有包括那个工时费的，可能这个车修的话，可能得奔着13、14万去了，我估计工时费起码得2、3万。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觉得4S店修车价格一定非常的贵，尤其当工作人员告诉我光零件就要9万多的时候，我人都麻了。于是我准备先忽悠 4S 店，先把我3电系统搞好，剩下其他的项目我准备去外面修，或者干脆以改代修，做一台全车拆空、底盘硬连接，甚至气囊都不装的可接可赛可玩的车。哎，就是这么的机智。正经人谁去4S店修车啊？反正撞都撞了，就算修好了，以后卖车也会大打折扣，那不如干脆破罐子破摔了，对吧？现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必须保证这个车能蹬起来，然后我才会考虑其他的东西。因为如果我把前面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都修了定了，然后到最后你弄完了之后，我操，发现这车还是开不了，完了我的维修成本都到了20多万了，那我还修它干啥？我就不修了呀。现在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个电池包它这个烟火开关是放在这个电池包的2层里面，就是说这个电池包的2层呢，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都没有这个权限去开的。你没有权限开，那你就先找到有权限开的人把它开开，对，然后把电池对这个也是我的东西搞定了。就是说这个如果涉及到这个宁德他过来检测的话，他是需要付一个检测费用。多少？因为他不管多少钱，也得先把他叫过来。等于你修一个事故汽油车，先把那些附件全换一遍，最后发现发动机缺缸，变速箱磨损，差速器磨损，动不了，本末倒置，有啥意义？OK， 我们现在是第3天来到了小米的售后服务中心。我们今天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检查它的3电系统。那现在呢，宁德时代的人已经来了，然后他们在帮我检查这个3电系统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比较特殊，所以他们不允许我们拍摄。那我们就直接一会儿知道结果，然后告诉大家就行。是现在检查下来，这个电池包里面它那个烟火开关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里面没有问题。刚才宁德检测也都跟我说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流程是跟人家反了的。就别的修的话是先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修好以后再去检测电池。现在的话我们是先检测电池。那没那上过呀？那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。这是小米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点的午餐，我们也算是卡上小米的饭。但是我发现这个筷子呢，有太多这种倒刺儿了。所以小米的饭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卡，有点拉嘴。来啊，兄弟们！主驾驶的安全气囊现在已经取出来了啊！这个玩意儿跟副驾驶的安全气囊，我决定跟西安的这位义父，我们俩一人一个，永久收藏，算是给自己的一点警醒。我要没戴头盔，这小米就直接印我脸上了，在我脸上打一钢印，那就是真正的米 boy 了。
这个就是小米苏7的副驾驶的安全气囊。然后呢，刚才我们说小米苏7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可以单独更换，是因为小米苏7的中控它做了上下的分层的设计，它只需要更换这一块面板就行。如果像有些车，它没有做上下分层的设计，它所有的中控都是一块的话，它就需要整个把中控全换掉，那样的话成本会更高。小米苏7副驾驶安全气囊可以单独更换一块小盖板就行，而不用更换整个中控台，这绝对是超棒的设计，必须给小米的设计人员点赞。但如果小米能增加一组传感器，假如系统侦测到副驾驶没有坐人，发生碰撞时就只报主驾的安全气囊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我已经找了小眼睛那边的这个技师过来测量我的轮毂的数据、刹车的数据、水箱的数据、刹车皮的数据。我要把这几样东西全都升级，有可能避震，到最后我也会升级成脚牙避震。Hello， 来走吧。这就是小眼睛店里面的技师。然后我们去量轮毂、刹车，还有水箱的尺寸。兄弟们，最精彩的部分来了，看看刹车片磨成啥样了，彻彻底底磨空了，完完全全一丁点儿都没有。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在磨铁，所以才把这个刹车盘都磨蓝了。我做云峰最不喜欢浪费东西，往往碗里的每一粒米我都要给它吃干净。我踩刹车就是这样，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模仿哈，有点危险。其实当初第一次下天马的时候，我在排空气的时候，当时我手机就录到了那个刹车盘和刹车片。然后我当时还问那个技师来着，我说这个刹车皮怎么看着这么小呢？但是剪辑没把这段剪进去，是吧？它这个刹车片的接触面积怎么这么小啊？你看这刹车接触面积好小啊，它这两头都是空的，就中间一点点这接触。里面那个面积会比较大一点。哦，是吗？那么因为这个刹车的问题，小米苏7它还是一台好车吗？我的答案是我认为它是一台好车。为什么？因为刹车的更换成本是极低的。你不能说因为一个刹车皮啊，它给你配了一个街道刹车皮，然后你就觉得这个车它跟运动不沾边了。No。啊，78和911老款的一些型号，它原厂的刹车是有一些顶角的，然后老款的 F82M4那个刹车稍微温度高一点点，那刹车软的一塌糊涂，脚感极差，给你的信心极低。那你能因为 M Power 它原厂配的刹车不行，就说 M Power 不运动吗？马上要开始通电了，兄弟们！哎，有了，点亮了啊！这一刻哟，必须记住这一刻。还是会报警。哎 ，OK， 能开吗？可以拽吗？哎，我操，牛逼！啊，三电系统没问题就好。啊，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就行。其实我大概率猜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那个撞击轮胎墙把大部分的力都卸掉了。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赛车场是全世界飙车最安全的地方。赛车场它有各种各样的安全措施，会保证你的安全。所以你在赛车场里面你还不极限，难道你去马路上极限吗？对吧？就换这一块，还有后面这一块。后面这块也要切呀？对，厂家给我们的标准是这个前面这个纵梁它是热成型钢的，热成型钢是不可修复的。那你就得把大梁整个切掉。它是一整根，通过后面换一整根不切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想那个啥，把气囊修了，把安全带换了，完了前头水箱冷凝器换了，完了剩下那些钣金那些东西都不用你们做，
那大梁我也不用换，大梁我自己去外面去钣金去。不过，当我在周边问过一遍之后，我才发现外面压根儿买不到小米的任何配件，因为这车太新了，所以我只能去 4S 店修。唉，但当我仔细查看具体的维修项目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小米苏7每样零件单独的价格其实都还算能接受。我真的惊了，小米呢前面的制动盘600多块钱一个，后面的制动盘400多块钱一个，这是 4S 店的价格。让人难以置信，真的，我的妈呀！连老李都觉得小米配件的定价真的不算贵，只是 4S 店吧，它都有自己的一套严格的修复出厂标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啥都得达到新车出厂差不多的要求才算合格。所以，但凡是有一点点伤的部位，按照标准的流程来说 ，4S 店都建议更换。因此呢，项目加一起多了，才看起来贵而已。再加上原厂有很多配件，我本身就打算改装，所以当我把那些我不需要的项目都划掉之后，账单看着就顺眼多了。哎，我早就觉得还是去4S店修车才叫靠谱嘛。外面的修理厂都什么水平，参差不齐的，怎么能跟 4S 店比呢？正经人谁去4S店修车？小米苏7修车的第4天，今天我们要干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矫正这个车的大梁。矫正大梁呢，用的就是这个设备了。在进车架矫正之前呢，师傅需要把元宝梁还有电机那些东西全都给拆下来。这个地方有3颗这么长的螺丝，然后直接相连。这冷却液吧？对。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能源的车嘛，新能源的车那肯定是安全最重要。那如果是说我们用普通的那个传统的防冻液，它里面是有含水，然后导电量。有导电量的话，肯定是比如说发生碰撞，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。要使用低导电率的，那就没有这个现象存在。我们先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啊，水的它导电率，你看是500多。哦，这个数字就代表导电率。对。哦。然后我们把它擦干。好。啊，这就比较低了，你看。啊，这只有37。哎呀，这一下出来了吗？啊！兄弟们，吸能盒拆掉之后，我们直接看大梁的内部就特别明显了。你看，就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凹，看没？这个玩意儿，小米的修理工叫它叫圣诞树。可能就是因为它的造型是这种三角形类，上面挂着很多东西，对，又挂了很多东西，对，有道理。哇，这么拆完，这不就等于最普通版的苏7了吗？最低配，215800。来，兄弟们，现在就要把这个矫正大梁的机器推过去。这玩意儿一看就专业，还真就只能是在4S店修，因为如果你在外面修的话，首先是师傅没有小米苏7这车的任何的资料。所以他就只能肉眼去观察，哎，这大梁看敲正没敲正啊？80一锤，梆梆梆梆梆，肯定没有这种专业仪器叫的那么精准啊！正经人谁去4S店修车？左端面啊！好。现在这台车已经上了矫正架，这个矫正架刚才师傅说大概是20多万，然后这个矫正架是全球这个修理行业大家最喜欢用的3大品牌之一。然后呢，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它
在各个位置，横轴、纵轴，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锚点。然后呢，它用这些锚点对准这个车身上原本应该有的这个位置，厂家给出这个说明书，它把该有的那些锚点都对准了之后，再把变形的位置的锚点放到它该有的孔位去进行比对。那么它如果有变形，就说明它的那个位置出现了损伤；如果它没有变形，就说明它那位置没有问题。你像这个大梁，它的这个螺丝孔这个位置对准这个位置。我们拿一颗螺丝过去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螺丝呢，它现在就出现了一点点偏差，并不多。这是因为这个大梁呢，它是被左边这个大梁给带动的，它是属于殃及池鱼了。其实最主要的碰撞是在这边，你看这个位置就很清晰的能看出来，它大概偏差了半颗螺丝这么远。这样的校正呢，就是不仅科学，而且严谨，再也不是那种老师傅80一锤靠目测来修车的这个时代了。什么叫钣金，兄弟们？这个就叫钣金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？兄弟们，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的矫正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螺丝的孔位到底什么样子。大家还记得几天前吗？这个螺丝孔位当时还差半颗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严丝合缝。他们的技师说，这个设备从买过来之后修的第一台车，就是我这台车。我那个撞车的视频大家应该都看过了，碰撞时候的最低的速度是55公里每小时，接近碰撞实验的那个速度吧。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，电机没有伤，半轴没有伤，空气悬架没有漏气，仰角没有弯曲，摆臂没有变形，防倾杆没有任何变化。小米苏7虽然是小米的第一台汽车，但是造车的这个团队经验那是绝对的丰富。兄弟们，圣诞树、元宝梁全都装好了，水箱、冷凝器、覆盖件马上在路上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好东西，一个小插头。这个小插头咱们自己买可能就几块钱一个，但是4S店这边没法单买。如果你要换这个东西，就得换整个仪表的线束总成，得3000多块钱。但是我只花了几十块钱啊，几块钱。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让老李从北京给我发的，这叫什么？穿拖鞋去酒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让这个4S店工作人员啊，这个去试一下这个插头能不能正常的工作和匹配啊 ？Come on, baby， 能匹配上吗 ？OK 是吧？我靠，这么顺利吗？顺利的让我难以相信，兄弟们。这个是怎么做差不多了。到我来比一下。回去比一比。来，兄弟们，看我又换了一身行头，
今天是修车的第6天，发型都换了一个。然后今天呢，重大的项目来了，大多数的零件都到货了。这一块是原厂的叶子板，这一块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前杠，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一个玻璃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操作这个气囊的插头了。因为这个插头是我们自己买的东西，4S店呢不太方便帮我们装，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那种什么这那质保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东西需要我们自己装。但装这个东西也简单，这里有2条线，这里也有2条线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插头给它剪了，开始了啊！嗨，犹豫就会败北。好了，这个车也算是我自己亲自修了一把啊。这个我跟师傅一共合作修好了这台车。嘿嘿。很接近，基本就是。小米修车真够快的，这才5、6天，包订零件修车差不多已经90%了。不够蓝，不够蓝，就是有点不够蓝。好了，组装的最后一道工序，现在正式开始。
看这个刹车盘，这里有一大块的这个痕迹，这是刹车片落下的痕迹。这是因为刹车盘、刹车片太热了，然后当天不是撞了吗？撞了之后，这个车就镶墙上了嘛，然后那个片就和那个盘一直咬在一起，没有任何的散热，所以留下的痕迹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这次修车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改装的大刹车来了，简单带大家看一下吧。哈，大鲍鱼，一体式的大鲍鱼，不是分体式的哦，电镀银的，非常的帅气，而且里面的刹车是纯竞技的刹车皮。来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，这是一个对向的6活塞的卡钳，看到这里面的活塞没有？它活塞没有任何的橡胶，它是一个纯金属的，所以这种风格就一定是竞技风格。然后它这个大、这个中、这个小，这样的话，它在各个力度区间，它都能完美的照顾到你的刹车的脚感。这个碟背油卷做的还挺精准的。那必须精准。得到了小米工程师的认可。这个就是原厂的前面的卡钳，是4活塞的。比较稀奇的是，原厂这个 Brembo 的卡钳居然也是一体式的，但是它是一体式的也没用，它是民用的卡钳。从哪儿能看出来？这个刹车的活塞，它里面是带橡胶的，带橡胶的，一旦遇到高温，它的橡胶就会融化。然后就会导致它活塞有可能会卡死，但是呢，它好处是它日常刹车的时候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呢也能防尘，哎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但是呢，竞技的卡钳它没有任何的橡胶，它所以不具备防尘的功能，它的噪音啊会非常的大，所以不要看是 Brembo 的就觉得这个刹车啊在赛道上面就一定好使，不一定。这个是 Brembo 的民用系列，它应该是山东产的。山东或者南京吧，然后 DOT 5.0 或者5.1的刹车油比那个 DOT 4的刹车油更加的耐高温。这个盘比原厂那个盘呢，面积还是要稍微大一点点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这个盘的直径应该是380的，原厂应该是365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盘对比起原厂盘有哪些好处呢？首先，这是一个分体盘，原厂是一个那个一体盘。其次呢，它的那个散热的孔洞要设计的更多，而且它散热的孔洞是有导向性的。这样的话，在高速旋转的时候，它把这个刹车盘中心的这些热气能以更快的速度甩出去，所以它散热是要更好的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就是一旦这个盘像这个盘一样出现那种淬火呀、变形的情况的时候，它因为是分体盘，它是有一定框量的。所以呢，它哪怕有变形的情况下，它的刹车依然不会有太大的抖动。然后第四点呢，就是它成本其实要比原厂一体盘，我觉得要低。为啥？因为每次这个中心的这个合头是不需要换的，但是这个呢要换就是换一整体。我们这个呢只需要换周围的这一圈刹车盘就行了。赶紧上车试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 ，Come on baby！马上4轮定位，然后就可以试车了。哎，这个刹车装上去真他妈的帅！来，兄弟们，万众期待的时候，我操，我还没说开始呢。哎呀，可以动了，兄弟们！哎呦，停在这儿多长时间？第一次开动起来啊！对呀，你看这个星环灯多帅啊！这个流星蓝多帅呀！对呀。我现在突然觉得流星蓝是小米速7最好看的颜色，什么雅灰那都不太行。只要4轮定位的数据一对，这台车就原地复活。现在准备做4轮定位，在做4轮定位之前呢，要按照原厂的标准的胎压，先把胎压打满。原厂的标准胎压是2.9，这样呢做出来的数据才精准。
太牛逼了，兄弟们，你敢相信吗？这个车刚修完，从车间出来到这儿上4轮定位仪，然后什么都没动，显示一切的数据都是正常的，太牛逼了！这个车真的太牛逼了，听小瑕疵，太牛逼了！我还以为这4轮定位一会儿要调半天呢，结果啥也不用调，全都在标准范围之内，太牛逼了！终于能试车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太开心了！竞技刹车脚感就是好呀，可以，没问题，不用试了。多少钱？确认啊？再确认呢？预计的这个金额是53614。哦，53614。说白了，这个车我就等于是啥呢？等于是花了36万多买的。对，没毛病。但是等你卖的时候，只能卖20万。妈的，扎我心，杀人诛心。其实这个5万多块钱，真的我觉得算挺便宜的了。双气囊都炸了，前面大梁弯了，然后换了不少的东西，加上人工加所有的东西。才53000多块钱，而且你要知道，这个价格并不是给我堂主有单独的什么优惠或者折扣，完全没有，它就是系统里面输进去一个零件，然后它出来就是包工包料的价钱。反正我算是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给大家抢先试过了，兄弟们。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价格还行，那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？我把这个清单都打在这个屏幕上，你们自己仔细的看一看啊。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也打在公屏上，你们觉得贵就说贵，觉得便宜就说便宜。OK， 历时整整14天，这台车终于修好了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现在究竟有多漂亮吧。4月9号撞的车，今天是4月23，整整14天。但实际上修这个车呢，最多只花了10天，而且这中途还因为等这个刹车，耽误了至少1、2天。要不然这个车其实1个礼拜就能修好。要知道这还是在所有的技师都没有加班、准点上班的情况下给它修出来的。而且因为他们要等我们拍摄嘛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大概早上10点半、11点才到这儿。因此呢，4S店的修车效率真的很高，而且零件来得很快，这一点必须要给小米点个赞。他们的整个零部件的供应体系真的很屌，而且他们的价格非常的便宜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这台车修好了之后呢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我换下来的那些损坏的零件呢，我后期可能会做一个规划，到时候看看能不能把其中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一些小配件啊，发给大家。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有感兴趣的，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看定一个什么样的规则，把这个小零件给大家留作纪念。当然了，主驾驶那个安全气囊必须是我的，这个不能送给大家，因为它跟我的头盔有了亲密接触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开民用车把气囊弹出来，所以这个东西我要永久收藏啊，谁我都不给。然后第3点呢，我给我这个车准备起个名字，这几天我想了很久，也没想出什么特别有创意的名字，所以呢，我还是决定叫它流浪地球号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，我会带着它去往全世界的各大赛道，当然目前肯定是在国内啊。我准备把这台车流浪地球的最后一站定在德国的纽北，因为那是所有车迷心目当中的圣地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咱们下一站去哪儿？兄弟们想让我去哪儿的，可以在弹幕区或者评论区里面告诉我，
我会重点的参考，好吧？那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看在我修车花了大概5万多块钱的份上，兄弟们，能不能给我们这期节目来一点这个投币、点赞、3连啊？那感谢大家，那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